李景乐穿书了，捉米虫长到16岁，日常不是追鸡拔毛，便是吃瓜撸猫，直至一纸圣旨招他入宫，陪伴他在宫中当贵妃的姐姐。本就爱吃瓜的他和他的系统，简直是掉进了皇宫的瓜田，每天大瓜层出不穷。爹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景乐快跑，大灰狼追上来了。李景乐实在扛不住他爹的这顿父爱输出，熬得一嗓子，窜出了房间。一听那个系统称自己是大灰狼，李丞相更来气了。看来这个小混蛋和他的那个系统背地里没少说我的坏话，你还敢跑？今天不把你扒下一层皮来，我枉做了大宣朝10多年的丞相。李丞相要谋害亲生女儿了。院子里的鬼哭狼嚎想侧整座丞相府，成功把他娘李夫人和他弟李景彻招了来。这又是怎么了？天天这么鸡犬不宁的，也不怕邻居笑话。李夫人护着小女儿，幽怨地嗔了一眼李丞相。都是你惯的，都快上房揭瓦了，还怕邻居笑话？你问他又干什么好事了？不就是被你二叔那只叫熊霸天的斗鸡堵在花园里给啄了屁股，为了挽回面子，拔了人家的毛，撸了你堂妹那只产后抑郁的猫，结果撸完猫更抑郁了，都不下奶了，拉肚子找不到抽纸，顺手拿了你堂弟桌上的作业。还有今天你能闭麦吗？没见姐姐我正挨揍呢吗？这都是小场面了，这么多年你还没习惯？就是这么多年还没习惯吗？李夫人听着那个系统发言很是赞同。对于李景岳这个已经练废了的小号，我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，只要不杀人放火坑蹦拐骗就行。李丞相胸口起伏的厉害，气得他肝疼。一大早自己还没睡醒，就被家里其他几房来告状的人堵在床上。那是普通的斗鸡吗？那是斗遍上京城无敌手的熊霸天，那么漂亮的一身毛全给拔了。熊霸天以前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，现在恨不得把脑袋插屁股里。还有你堂妹的那只猫，那是皇帝陛下御猫的后代，那就相当于龙子一般，现在让你给搓磨的无精打采，都快瘦成老鼠大小了。最可气的是你堂弟的作业，你堂弟读书这么多年，头一次完成作业，结果还没等交给先生，就被你擦了屁股。李丞相越说越来气，鸡毛掸子啪啪就要往李景乐身上招呼。我爹这心真是偏到肩膀头上了，也不问清缘由就开始抽我。明明是熊霸天先动的手，不是先动的嘴，他不啄我，我能薅他毛吗？全家那么多人，他就逮着我一个人啄。这么多年，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堂妹那只猫，我是怕它毒奶，想给它通一通，结果他以为我想偷它奶喝，天天防着我，忧思过重，给自己整抑郁了。至于堂弟的作业，那天在三叔呢，我们爷俩磕了一大盆的螃蟹，我口渴，三叔直接给我灌了一大碗凉茶，结果我就上劲了，实在来不及找纸，抓了正在旁边写作业的堂弟书桌上的纸就冲了出去。事后我说捞出来冲一冲，反正就2页，堂弟就不搭理我了。再说还不是你们不让我出门，要是我能出去玩，哪还有这么多事啊？我哪敢把你放出去啊？就这小混蛋和你的那个系统，那就是俩大嘴巴，出去一天，全京的人估计连你有几条内裤都知道了。上回一个同僚来家里做客，你非要出来跟人打招呼，打完招呼你就走呗，还非得坐旁边旁听，表面文静，像个大家闺秀似的坐在那里，实际跟他的那个系统聊的那个野呀。这一人一桶，不知怎么就聊到床头藏的那本春宫图，给他同僚都听懵了，眼睛闪着八卦的光，脸上故作淡定，和他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一上午公事，走时还约定了下次来的时间，并且还要一睹那本姿势狂野的春宫图。李景乐一副贼眉鼠眼不知悔改的样子，他爹抄起鸡毛掸子砸了过来。突然李景乐做事就在地上打滚，哭得凄惨。别人家的女儿哭起来都柔柔弱弱的，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夫人，你再看看自家这个毫无奇巧的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比过年的猪都能扑腾，真想一脚给踢到墙外去。娘的宝啊，快让娘看看起包了没？你装什么装？被爹抽了10多年了，早就练就一身金刚不坏了，只不过被鸡毛掸子砸了一下脑门而已，能疼到哪去？就你那脑门秃的跟老寿星似的，我还害怕你把爹的鸡毛掸子个散架呢。李景彻，你个卑鄙小人！呵，我卑鄙小人，不知是谁言而无信，明明说好了要当男人，却临时变卦，还想独吞家产，背后下黑手踹我一脚，最毒妇人心。李景彻，你个小肚鸡肠的东西，你出来使腿冲外，若不是我一脚，能有你站在这挑拨离间陷害亲姐吗？没我那一脚，不但是你，连娘亲都有危险。这一对姐弟从生下来就彼此看不顺眼，打打闹闹16年，李夫人已经麻木了。不好了，老爷，魏夫子已经收拾好行李，上了马车走了，小的们拦不住啊。魏夫子走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走了？问你的好女儿。李景彻在一旁看好戏，对于闯祸挨打，李景乐和他的系统大漂亮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一人一桶，该聊聊，根本不受影响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没来及看就被发现了，都怪李景东，要不是他笨手笨脚的，我就能看到魏夫子的屁股了。他马上就要转过来了。听到李景乐充满遗憾的心情，一家人瞬间僵住了。此时听到自家小女儿居然去偷看男人的屁股，他爹、他娘，还有他那个在娘胎里就结下梁子的弟弟，一家人来了一个混合打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那个景东说魏夫子之所以那么聪明，是因为魏夫子的屁股有3瓣，我们一好奇就去一探究竟了。什么？你一个大姑娘怎么能去偷看夫子屁？洗澡呢？仙女怎么能看男人的屁股呢？多恶心啊！前朝状元的屁股也不行。景东这家伙真没义气，不就是一顿打吗？就不能挺住了？我这被3个人打都没屈服。你可别巴巴了，是你撺掇他去偷看魏夫子的屁股被发现了，你跑得比狗撵得都快，把人家扔后面挨揍，还好意思说人家没义气？那你也别巴巴了，你不也想看吗？哪次遇到这样事，你都跟踩到电门一样，兴奋到抽搐。你别扯那些没用的，你就说偷看屁股这个提议是不是你先提出来的？那还不是景东说魏夫子的屁股有3瓣，我好奇吗？若不是他，我也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就偷看他洗澡啊。说的也是。哎，你说魏夫子的屁股真的有3瓣吗？那他怎么上厕所？走路不难受吗？一家人听了李景乐的和系统的对话，也好奇起来。李丞相为了这一大家子的精神状态、和谐生活，眉头锁死，疯狂想对策。把他送到别的书院念书吧。不行，书院里都是大宣未来的栋梁，把他送进去那不等于自毁根基吗？倒是可以考虑把他送到敌国的书院去。16了，可以嫁人了。找个条件好的吧，自己良心上过不去，嫁个门第低的，又舍不得女儿受委屈啊！处理国家大事都没有这么难，真是愁死老父亲我了。李景晚一听李景乐那个大嘴巴子被刘公公弄进了宫，吓得他直接一个手刀把李景乐劈晕了，准备打包送回丞相府。正准备行动时，皇上的圣旨便到了。玉贵妃近来心情不佳，宣其妹景月进宫伴驾。让这个祸害进宫，那不等于让皇上挑一个喜欢的理由砍他全家的头吗？皇上爱重贵妃娘娘，近日见贵妃娘娘忧心忡忡，笑颜不展，故宣2小姐进宫，想给贵妃娘娘一个惊喜。谢陛下厚爱，不过这几日小女偶感风寒，恐怕过了病期给贵妃娘养。李丞相一边回话，一边不着痕迹地瞪了一眼站在他旁边无不在意形象的逆女。李景乐瞪着斗鸡眼，后脑勺感觉到来自他爹的杀气，他波澜不惊，还优雅地挠着屁股，随后白眼一翻，收回挠屁股的手，捂上嘴巴，弓着背。咱家若是没看错，李家2小姐捂嘴的手刚才扣屁股了吧？外面都传李丞相爱女如命，从来不让这个小女儿示于人前，今日看来怕是另有隐情啊。您看，小女真的病得不轻，实在不宜进宫侍奉贵妃娘娘，不如让卓京代替小女进宫看望娘娘，您看如何？让2小姐进宫是皇上的旨意，奴才不敢违背。奴才观2小姐只是有些咳嗽，宫里有御医，正好能给2小姐看看。百年老演员李景乐女士熟练地往地上一拍，双眼一翻，开始抽搐。您看，李丞相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刘公公惊慌的声音打断。快来人，2小姐不行了，赶快把2小姐抬到宫里，务必让贵妃娘娘见上最后一面。公公别跑啊，您听我说。李丞相撩着袍子，大汗淋漓的在后面边追边喊。快来人，去把江院正请来，再拿些参片给2小姐吊着精神，务必让娘娘见上最后一面。2小姐，您这……刘公公妙手回春啊，我已经让您给颠好了。在刘公公不可思议的眼神中，李景乐直接给他来了一个大劈叉。自己猜的肯定没错，李丞相不让这2小姐出门示人，绝对不是爱女心切，而是因为这2小姐精神不正常。2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奴告退。刘公公说完，一溜烟带着人赶紧跑了。这老头腿脚还挺麻利，他怕再不跑，你就要给他表演胸口碎大石、吞剑入腹了。你还别说，我真的学门谋生的手艺。我那天偷听我爹墙角，他和我娘说要把我给嫁出去，那我岂不是要一辈子困在深宅后院？相夫教子，伺候公婆，跟小妾争风吃醋啊！你别说了，光听听就让人绝望。真到那天，我就把我爹书房的古董偷出去卖了，把他的小金库也给掏了，然后浪迹天涯。追了半条街都没追上的李丞相耷拉着脑袋，一身狼狈地回到了府上。夫人，完了，丞相府危矣！难道景乐骂皇帝的事被皇帝知道了？那个孽障被刘公公给抬进皇宫了。什么？那该如何是好？我要亲自进宫面圣，请罪。崇华宫门口，一宫女刚迈出宫门，就见不远处的台阶上坐着一人，摇头晃脑，嘀嘀咕咕的说的正嗨。
什么人？宫女以为是哪个偷懒小蹄子，正要训斥一番，待那人转头，宫女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，双腿也不自觉地往后退了2步。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春桃，姐姐呢？听刘公公说，姐姐最近心情不好，皇上特意下旨让我来陪姐姐的。春桃如临大敌，做贼似的左右看了看，一把拉过李景乐进了崇华宫。娘娘，二小姐来了。看你多受欢迎，给春桃激动的，说话都带着颤音。那是，姐姐进宫3年了，不定多想我呢。一会儿见到我，肯定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许久没见到家人的李景婉，乍见妹妹，一脸的激动，急急奔向妹妹的脚步。在接近李景乐的时候，一手刀干净利落地劈在他纤细的脖颈处，李景乐咧开的嘴都没来及的闭上，当时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说好的大大的拥抱呢？怎么上来就劈人？景乐，你没事吧？李景乐也带着这个疑问，晕不瞑目。快找个大箱子把他装进去，再找个办事靠谱的，立马送回丞相府，就说是我提前上下的花招节礼。春桃深知事情的严重性，得了吩咐，不敢怠慢，立马从偏殿里拿了个箱子出来。主仆2人毁尸灭迹一般，把脸上还挂着诡异笑容的李景乐塞进箱子。正在这时，殿门外响起由远及近的脚步声，接着传来刘公公阴柔尖细的声音：“圣旨到，请御贵妃娘娘速来接旨。娘娘，恕奴才斗胆，陛下这圣旨是宣给娘娘和二小姐的，请问二小姐何在？请出来一道接旨吧。”在李景乐出现在崇华宫的那刻，就知道一定是皇帝下的旨，否则除非爹脑子被驴踢了，要不怎么会把这个大嘴巴送进宫来？本宫见佳美形容狼狈，定是一大早还未梳洗就进宫了，就让她先去沐浴更衣了，就劳烦公公稍后了。奴才哪敢催促二小姐，这旨娘娘一人接也是一样的。刘公公，皇上怎么突然要臣妾带妹妹去乾清殿陪着用晚膳呢？半个时辰前，李丞相快马加鞭，亲自进宫向皇帝坦白一切，把您妹妹李景乐和她那个叫大漂亮的系统，通通向皇上招了。皇上听得兴趣大起，还没等李丞相前脚迈出书房的大门，便下了这道旨意，希望皇上看在他主动坦白的份上，只处置他一人。原来是这样。刘公公走后，李景婉捧着圣旨坐在箱子上，一脸生无可恋。皇帝要我去乾清殿陪着用晚膳，竟然还要李景乐一同出席。我去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姐下手挺黑啊。李景乐面无表情地躺在床上，目光涣散，气若游丝。都说一入宫门深似海，说的真是有理。我姐以前多么柔情似水的一人，温柔的跟着小兔子一般，现在也在深宫给惯出毛病了。难怪皇上下旨说你姐最近心情不佳，这是给惯出精神病了。不行，我得拯救我姐。漂亮，你给我爆几个瓜，我说给我姐听，给她解解闷，说不定我姐一乐，病就好了。被说成精神病的李景婉很是无语，不过听到有瓜，还是本能地竖起了耳朵，暗戳戳地靠了过来。在旁边伺候的春桃也默默地走了过来。自从跟着主子进宫以后，已经很久没听二小姐爆瓜了，真是十分想念。等一下，我搜索一圈，哎，有一个刚进宫不久的小答应的瓜，要不要吃？你是不是傻？咱们刚进宫，怎么会知道后宫妃子的瓜？我姐那么聪明，肯定会怀疑的。若不是我们系统不能犯规，我高低也得电你一下子。说话就好好说，搞什么拉踩？宫里那么多人，有多少大嘴巴？啥事能捂得住？上回皇帝偷偷找人画小黄书的事，你爹在家不也知道了，还偷偷也去找那个画师画了2本，你就说是听家里出去采买的下人回来说的不就行了？谁的嘴巴能有你俩大？对哦，快讲快讲。那个小答应是个七品官的女儿，虽说是个嫡女，可如今当家主母是她的继母，对她百般苛责，衣食住行还不如家中庶女。但好在长了一张好看的脸蛋，被选进宫中。进宫当天终于吃了一顿饱饭，一个人吃了5屉水煎包，1只烧子蛤，3碗鱼翅粥，最后还吃了1盆水果，撑得当当放屁。晚上侍寝的时候，好像点燃的鞭炮的扔进被窝一样，成串的放。为了掩盖声音，小答应想起教习嬷嬷的教导时说的话，于是小答应一放屁他就喊，一放屁他就喊。一开始皇帝还挺高兴，后来觉得有点不对味儿，皇帝使劲闻了一下，这一下给皇帝呛的差点没给肺咳出来，最后一个没忍住吐了小答应一身。李景婉多年来积累的端庄人设，在她妹来的第1天就破了功，拍着床边嘎嘎直乐。那个小答应本宫也有印象，平日里去皇后那里请来，别嫔妃明枪暗棒的护卫，只有她坐在角落里，低着头猛炫面前的点心。一旁的春桃笑得直不起腰，二小姐真是太有意思了，自从离开丞相府，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见了皇上，千万不能乱说话，知道吗？尤其是心里啊，千万不能乱想。
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已经唠叨了1个多时辰，整的都无语了。我有这么不靠谱吗？怎么女人嫁人之后都这么碎嘴子吗？娘都比我姐豁达，我爱干啥干啥，从来不拘着我，只要我不出门就行。你姐咋跟个老太太似的，比你娘还能默契？就凭你姐现在这羡煞6宫的宠爱，你就是当着皇帝的面放屁，皇帝指不定都夸你唱歌好听。你现在一提放屁，我就想到那个小答应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熏得皇上辣眼睛，哈哈哈，吐了他一身。想本公公斗这么多年，没败在丽贵妃那个乌眼鸡手里，今日却要栽在自己妹妹手里了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李景乐也学着他姐动作，像个自行车打气一样，给皇帝请安。爱妃无需多礼。我去，这就是皇帝呀！本统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皇帝。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好兴奋。朕真能听见他的心声，有意思。景乐也起来吧，坐吧。李景乐谢恩之后，在他姐杀人的目光中端坐一旁，目不斜视，一言不发。这皇帝长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，勉强能配上我姐，亲自扶我姐起来，还挺知道心疼人的。啊，确实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这下知道你以前对人家骂得太大声了吧？他们为啥要骂朕？皇上，您听臣妾解释。坐在一旁的李景乐完全没注意到他姐跟皇上的眉眼官司。你骂的声音也不比我小啊。那我不是配合你吗？你是我的宿主，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？肯定是无条件的跟你站在同一战线啊。要不咱们给皇上道个歉吧？皇帝眼神迷茫，说好的道歉呢？然后他就听到了李景乐的心声。对不起，皇上姐夫，我承认以前对你太大声了，没想到你对我姐还是挺好的，只要你以后继续对我姐好，我就不骂你了。陈父业，没听说过给人道歉是在心里的。在心里骂的，当然要在心里道歉了。陈父业，皇帝也算是收到歉意了，可他总有一种白忙活的感觉。这边李景乐道完歉，继续跟大漂亮八卦。皇上不但长得好看，身材也貌似挺有货呀，政绩方面也不错，勤勉持正，爱民如子，言下律己，算是个好皇帝。这彩虹屁，皇帝闻得通身舒畅，不自觉中身子都坐直了。既然夸了朕，那他们以前骂他的事，自己就不计较了。这个糟心的玩意儿，终于说了几句人话。皇帝为了让李景乐和他的那个系统畅所欲言，拉着他挽爱妃的手嘘寒问暖，却一直注意着李景乐那边。可下一秒，宣正帝才感受到自己理解的畅所欲言还是肤浅了。就是房事上不太行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他现在看见那些如狼似虎的嫔妃，腿都打哆嗦，有的时候在御花园碰见皇上都躲起来或者绕道走。哈哈哈，这个皇上做的也憋屈了，从没听说过哪个皇帝见到自己妃子还会被吓得绕道走。这事儿他怎么也知道？还好事先把乾清殿的人都遣走了，只把刘公公留下了。本宫大概是看不到明日的太阳了。李景乐丝毫没有察觉屋里众人的异样，笑完了又开始担忧。那不完了吗？我姐这不是要守活寡了吗？这命都保不住了，哪有心思想那事？那有啥办法？皇帝宫里的妃子太多了，这个大臣塞一个，那个大臣塞一个，皇帝一天一个，一个月下来还有好几个没排上号呢。想想他也挺可怜，为了平衡朝堂，大臣塞进来的还不能不要，这么下去金箍棒也得磨没了呀。聊得这么远了，难怪李爱卿让朕做好心理准备。不过朕也很是欣慰，终于能有人理解朕的不易。没想到与朕惺惺相惜的，居然是这个大漂亮的系统。你那有没有什么滋补的方子？给找一个，就算不为了皇帝，我也不能让我姐这么年轻就守活寡呀。妹妹虽然说话不着调，但是对我这个姐姐还真没得说。心里想着，看向李景乐的眼神都慈爱了不少。下一秒来了一个重击，我主要是怕我姐一个忍不住，再给皇帝戴了绿帽子，那我们全家不都得杀头啊？你再这么说下去，你姐我怕是活不到给皇帝戴绿帽子那天了。这确实是个问题，看来以后得给我的爱妃们找点事做，不能让他们太闲了。还真是这么回事，我们系统界的同僚们都跟着主人吃香喝辣，走上统圣巅峰。我要是跟着你被砍了头，那不得成为系统界的耻辱啊！让我找找啊，补肾壮阳还真有。快记下来，回头我做成汤，让春桃送来，就说是姐姐做的补汤。你是不是忘了前年你爹36岁大寿，你差点用一碗长寿面把你爹送走了的事？那怎么办啊？李景婉叹了口气，面向皇帝悠悠开口：臣妾近日得了几味补身子的药材，做成药膳是再好不过的。臣妾明日就做一些给皇上尝尝，可好？那就辛苦爱妃了，一定得是爱妃亲手做的哦。最后一句，皇帝眼里满满都是求生欲。太好了，到时我就装作无意提起这几味药材，让姐姐做成药膳不就成了？不愧是我的宿主，就是聪明。在乾清殿简单吃了几口，李景婉就以身体不适为由，拉着李景乐逃也似的跑了。昨日李景乐刚进宫，
丽贵妃就得到消息，立马召集手下的小团体开始八卦。丽贵妃的家世与丞相府不相上下，所以她事事都要跟李景婉拼个高低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崇华宫那的这批的妹妹进宫了，听说还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意呢。皇上不会是看上李家二小姐了吧？我听说这李家二小姐从出生就没出过家门呢。不会吧？我听说皇上是因为与贵妃今日心情不佳，才召她妹妹进宫探望的。再说姐妹大多面容相似，已经有一个婉贵妃珠玉在前，再来一个妹妹也没什么趣儿。你懂什么？一对姐妹花同时侍奉皇上，娥皇女英，其人之福啊！婉贵妃现在的宠爱已经是宫里独一份的了，稍稍心里不痛快，皇上就召她的家人进宫。我们可是1年才能见家人一次，已经这般受宠，再来个妹妹顾宠，那还有咱们什么事了？几人商量一番，决定先见见李景乐。于是丽贵妃亲自去皇后的德荣宫走了一趟。李景婉拉着妹妹刚到崇华宫，皇后的懿旨就到了，命李景婉明日到德荣宫请安，带上李景乐一起。肯定是那个乌眼鸡撺掇的，本以为今日逃过一劫，明日就要把妹妹送回家呢。乌眼鸡，宫里还养鸡呀？那咋不养几只漂亮的乌眼鸡？一听就知道报看。是琉璃宫丽贵妃总喜欢与我们娘娘过不去，我们娘娘得了皇上什么赏赐，丽贵妃就要去皇上那求一份。上回我们娘娘胃口不佳，皇上赏了开胃的山楂水晶糕，丽贵妃得知也说自己胃口不好，皇上也赏了一份，可丽贵妃根本不喜欢吃酸的，因这是皇上赏的，她舍不得赏给下人，自己一口气全给吃了，结果拉了好几天人都瘦了一圈。皇上见丽贵妃瘦了，以为她真的是胃口不好，又赏了一些山楂水晶糕。奴婢听皇上身边的小肚子说，丽贵妃看到山楂水晶糕，脸都绿了。哈哈哈，这个丽贵妃还挺有意思啊，偷鸡不成又丢只鸡。哈哈哈，这丽贵妃估计以后再也不想吃山楂水晶糕了。翌日，李景乐跟着李景婉去皇后的德荣宫请安。出门时，李景婉还是忍不住嘱咐了一番：到了皇后宫中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，最重要的是心里不要乱想，千万不要乱想。因他姐3番5次的嘱咐，李景乐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漂亮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我是那种总是闯祸、让人不省心的人吗？为啥我姐一带我出门，跟要了命似的？还有我爹，最要面子讲体统的一个人，居然在大街上提着裤子大喊大叫的追着抬我进宫的轿子。当然不是，我从没见过像宿主你这么乐观向上的人。这么多年，给家人带去了多少欢乐？李家人要是没有你，那生活的多枯燥乏味。当然，你是我的第一个宿主，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人。但是，本统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。你一个只会吃瓜拱火的系统，哪来的心？算了，听天由命吧。皇后的德荣宫，几人一进殿，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了过来。给皇后行礼请安之后，就在皇后的下手坐了。李景乐也乖巧地站在她姐身后。哇，漂亮！快看，好多漂亮的姐姐啊！这环肥燕瘦的，应有尽有啊！当皇上真是太爽了。要不皇上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力不从心啊！哎，你的眼珠子都快瞟出去了，注意仪态，忘了出门前你姐是咋说的啦？那也是甜蜜的负担啊！我要是皇上，估计妃子得比他多。谁在说话？众人循着声音，惊讶的眼神齐齐落在李景乐身上。他们听到他的心声了。她是婉贵妃的妹妹，丞相府的二小姐景乐。众位姐妹快尝尝，这是本宫小厨房新做出的糕点。众妃子压下心里的惊疑，都很给面子的尝了起来，夸赞声迭起。皇后为了听得更清楚些，还给李景乐赐了座。皇后这般抬举婉贵妃，这下那些本就眼馋婉贵妃盛宠不衰的乌眼鸡们，更要变本加厉的找茬了。都给老娘毁灭吧！坐在皇后身边的李景乐，底下的人生百态尽收眼底。要不说人人都削尖脑袋的往上爬，这上面的视野就是好，小动作一看得一清二楚。刚才那个穿浅绿衣服的挠了一下屁股，还用帕子掩着闻了闻手。哦，没事，眼睛乱瞟什么？哪个上位者像做贼似的，坐上面下看，眼神那么好，怎么不去当猎犬？很好，再多说一些，多说一些能把你们李氏一门通通送走的话。皇后还在等着李景乐的大逆不道之言，耳边就传来一道咋咋呼呼的声音，震得皇后眼角一抽。捡了，快看，那就是放屁给皇帝熏吐的小答应。在哪？我看看啊，就是他是寝时放屁给皇帝熏吐啊！哈哈哈，长得还真像水煎包，圆圆滚滚的，还挺可爱的。是寝时放屁给皇帝熏吐了？这等有趣的事儿怎么没听说？众嫔妃那颗八卦的心躁动不已，实在控制不住，猛地看向角落堂答应。皇后不愧是后宫之主，见过大风大浪，虽然憋笑憋的身子都抖了起来，但还是拿出皇后威仪，咳了一声，可谁知没控制好力道，张嘴就扑哧一声，随后赶紧找步。唐答应，喝点茶水顺顺。
其余众人反应过来，赶紧回过头，该干嘛干嘛。若是身怀绝世武功，我一定会一掌把这座宫殿给劈了。好在唐答应心大，反正他进宫也不是为了争宠来的，在这里吃饱穿暖，他觉得没有哪里比这里更好了。若是一般妃子这种糗事被提起，早就羞得悬梁自尽了。唐答应只是看了一眼手中的点心，依依不舍地放下，抬头冲上手的李景乐憨憨地笑了一下，连没心的大漂亮都感觉哪里要化掉了，立马倒戈。你看你没事还吃人家的瓜，还笑得那么猖狂，赶紧给人道歉。李景乐虽然不知唐答应为什么对着他笑，但是谁能拒绝甜妹的魅力？他好可爱啊，我要和他做朋友。哎，不对，他的瓜不是你爆出来的吗？怎么回头全赖在我身上？你这只色桶！众妃子闻言，心里都生出一丝迷惑。吃瓜，全京城都知道李丞相爱女如命，从不让二小姐失于人前。今日见着二小姐，果真是天仙一样的人物，难怪李丞相如此宝贝着。就是连咱们同师女人看着都心动不已，更别说京城的贵公子们了。也不知将来谁这么有福气，能抱得美人归呢？这怎么有一股我看的那些宫斗小说的味道？在座都是宫斗好手，哪能听不出这话的意思？李家一个女儿进宫，都已经如此受宠，再来一个，怕是她的皇后宝座都坐不稳了。甄嫔说的有理，好女儿当然要配好郎。本宫的娘家外甥今年14，哪天叫来让2个孩子见见，他们年岁相当，必定能聊到一起。李景婉听出皇后的试探之意，李景婉内心大大的无语。前几日本宫养的小乌龟不知被哪里来的不负责任的渣龟给侮辱了，完事还不给人家翻过来，差点把我的小乌龟给晒死，因此郁闷了几天而已。谁知皇上以为我思念家人，就把从未进过宫看望的妹妹给招了来，结果造成了天大的误会啊！皇后挂着得体的笑，等着李景婉回答。14岁啊，也太小了，毛估计都没长齐，就想要娶媳妇儿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大家族都是先相看再定亲，定完亲也得过几年才能成亲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别说长齐，都能得挺老长。臣妾先谢过皇后娘娘美意，婚姻大事除了媒妁之言，也要听听本人的意思。小妹从小性子跳脱，若她同意了，父亲母亲是拗不过她的。李景乐的心声大家都听到了。谁能想到外表甜美可人的小姑娘，内心居然那么彪悍狂野，张嘴就是长短粗细，长没长齐？难怪以往进宫看婉贵妃的都是她母亲和弟弟，这是不想把她放出来吓人吧？景乐，本宫给你介绍一个弟弟认识，你愿意吗？皇后娘娘能多给臣女介绍几个弟弟认识吗？你要那么多弟弟干什么？完了，臣女有个弟弟，一点都不听臣女的话，总跟臣女打架，臣女想要乖乖听话的弟弟。若是让弟弟娶你，你愿意吗？等我老了，当然会愿意。不过本姑娘今年才16，还是喜欢那种身体强壮、威猛有力的男银。看来他真是冲皇上来的。二小姐不答，这是不愿意喽。看来只有咱们皇上的威名才能让二小姐动心了。啥？就皇上现在那身体状况，还有啥威名？估计现在抬头都费劲。这无眼姬看来很久没侍寝了吧？他见天的盯着你姐，把心思全都用你姐身上了，哪有心思关注皇上？我都怀疑这无眼姬是不是看上你姐了？你没事吧？我能看上她？大漂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刚才话引起多大的误会，还在跟李景乐闲聊。要不你嫁给皇帝也行，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，锦衣玉食，不用生娃，这不是你人生的终极目标吗？我也算跟着你走上统圣巅峰了。他果然是冲着皇上来的，真是好手段啊！他自己找到真爱，又不想失了宠爱，就拉妹妹做替补。果然，见人就是矫情。很好，敢辱骂先皇、先太后，回头就告诉我爹，参你爹一本。得赶紧想个法子，把这个小祖宗带走。再说下去，我怕不能活着走出这里了。你可别逗了，皇帝多脏一男人啊！皇上怎么会脏？天天这么多人伺候着，洗澡也不用自己动手，坐浴桶里泡着，手臂一伸就完事了。默契呢？我说的是肉体上的脏吗？我说的是肉体上的脏。华国语言博大精深，差点把大漂亮听死机了。你想啊，皇上睡过多少女人啊？今儿翻这个的牌子，你儿照那个是寝的。再说这宫里有多少漂亮的宫女啊，保不齐皇上哪天就想尝个鲜。我听说有的男人喜欢走旱路，若是遇上长得好看的小太监，哎呀，想想都起鸡皮疙瘩。要是哪个有点啥炎症的，不就一个传染俩吗？皇帝跟这个妃子亲亲，然后又跟那个妃子亲亲，所有的妃子不都接吻了吗？要是那个妃子不讲卫生，不喜欢刷牙，哎呀，魏嫔一脸嫌弃地看着孙答应。有一次我亲眼所见，孙答应的后槽牙上沾着菜叶，他还若无旁人的用舌头剔下来给吃了。你有脸说我？不知是谁刚才挠屁股还闻手。众妃子已经坐不住了，感觉浑身不自在。
只想赶紧回去把自己泡进浴桶里，从里到外的洗刷一遍。皇上听说婉贵妃带着妹妹去给皇后请安，一下早朝就到了皇后的德荣宫，看着给她请安的众爱妃，总感觉哪里不对。以往他们给朕请安，都含羞带怯的悄悄抬头，想跟朕来个爱的对视。今日他们怎么把头埋得这么低？他们是头疼吗？众爱妃平身吧。以往众人请安之后，皇后为了彰显跟皇上夫妻一体，都是坐在皇上身边的，今日始终直挺挺的站在一边，死活不坐。皇后为何不坐？回皇上，臣妾腿坐麻了，想站一会儿。真是怪事儿，听说过把腿站麻的，没听过把腿坐麻的。皇上，今日众位娘娘都在，您就把今晚的事情的牌子翻了吧。刚好今天不错，皇上也无事，正好能陪皇上游园下棋，放松下心情。皇上扫了一眼殿中的春光秋色，心里熨帖极了。朕的爱妃们真好看，只是朕近日神思忧虑，有点力不从心啊。皇帝心思一转，要不找个人溜达解闷，到了晚上就把人打发走，完美。选谁呢？今日朕想找个活泼的。活泼？孙答应不行，孙答应最近可能上火了，口臭。皇帝眼神继续流转，要不就丽贵妃吧。不行，上次丽贵妃给朕跳的异域风情的舞蹈，踩了朕的小脚趾上，现在还疼着呢。若是以前有这等好事，众妃子恨不得削尖脑袋挤上去，可今日他们有的看着屋顶，有的盯着自己斜肩，就是不看皇上。不应该啊，别人就算了，那个乌眼鸡怎么也没什么反应，他不应该立马从椅子上弹起来，毛遂自荐吗？乌眼鸡，你姐还是大脚丫呢？皇帝猛地咬住嘴唇，才没有喷了出来。没想到婉贵妃那么端庄温柔的艺人，也会给人起这么有意思的绰号。我就说他喜欢你姐吧。什么？天啊天啊，这个妹妹不要了，说啥也不要了。丽贵妃眼角飙泪，她生来头一次跟敌人如此惺惺相惜。看来让爱妃们每日徘徊在温饱线上的计划要加紧了，要不早晚得出